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拿一颗烂白菜进当铺，要当100两银子。掌柜说：“照价收下。”嘿，您瞧瞧这位，拿着一颗烂白菜就进了当铺，张口就要当100两银子，这不是明摆着逗乐子吗？这话一出，围观的众人皆是哄堂大笑，纷纷朝着当铺大门里张望。只见一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男子，手里紧紧攥着一颗蔫了吧唧、叶子都烂得差不多的白菜，正跟当铺掌柜据理力争呢。掌柜的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，姓李，人称李掌柜。他在这镇上的当铺干了30来年，什么样的稀奇古怪事儿没见过，可接这出还真是头一回。我说这位爷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咱当铺是收金银珠宝、古玩字画的，哪有收白菜的道理？您还是赶紧拿回去吧，别在这儿逗大伙开心了。李掌柜笑眯眯地说着，心里头却直犯嘀咕，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那男子一听，顿时急了眼，哎，您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我这白菜可不是一般的白菜，它里头藏着宝贝呢。您要是不收，可别后悔。哟呵，还藏着宝贝？那我倒要瞧瞧，是什么样的宝贝能藏在这么一颗烂白菜里头。李掌柜说着，便伸手要去接那白菜，男子却一把将白菜缩了回去，警惕地看着李掌柜：“不行不行，您得先给我银子，我才能让您瞧宝贝。”嘿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得先看看东西，才能给您银子啊！李掌柜也有点不高兴了。两人就这么僵持着，周围的看客们也是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男子疯了，有的说是男子在故意找茬儿，还有的说是男子在玩什么把戏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走出一个穿着华丽、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。他先是打量了一番那男子，又瞧了瞧李掌柜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李掌柜，这位兄弟既然说有宝贝，那咱们不妨就看看嘛。万一真是宝贝，错过了可就不好了。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这人谁呀？怎么一来就帮那疯子说话？围观的众人也是纷纷侧目，心想这中年男子是不是吃多了没事儿干，来凑着热闹？那中年男子却像是没瞧见众人的反应似的，径直走到男子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相信你有宝贝。这样，你先让我瞧瞧宝贝，要是真的，我替你出这100两银子，如何？”男子一听这话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，但很快就点了点头：“行，那您可得说话算话。”说着，男子便小心翼翼地从白菜里头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东西。那中年男子接过来一看，顿时眼睛一亮：“好，果然是好东西。”中年男子说着，便将那油纸包递给了李掌柜。李掌柜接过来一看，只见里头是一块晶莹剔透、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玉佩。那玉佩雕工精美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这真的是从白菜里头掏出来的？李掌柜惊讶得合不拢嘴。男子得意地笑了笑：“那当然，我说有宝贝，还能有错？”中年男子见状，便从怀里掏出100两银子，递给了男子：“兄弟，这是你的银子，拿好了。”男子接过银子，数了数，确认无误后，便转身要走。“哎，兄弟，等等！”中年男子突然叫住了他。男子停下脚步，警惕地看着中年男子：“怎么，反悔了？”中年男子摇了摇头：“不是反悔，是我想问问你，这玉佩你是怎么得到的？”男子一听这话，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：“这个嘛，不方便说。”中年男子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会这么说，也不强求：“行，既然不方便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不过兄弟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
这玉佩可不是一般的物件，你最好还是小心点儿。”男子冷哼一声：“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自有分寸。”说完，男子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围观的众人见状也纷纷散去。李掌柜则是拿着那块玉佩，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李掌柜喃喃自语道。就在这时，那中年男子突然拍了拍李掌柜的肩膀：“李掌柜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”李掌柜一愣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跟着中年男子来到了当铺后院。“李掌柜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那块玉佩其实是宫里流出来的。我之前在宫里当差的时候，有幸见过一次。我估摸着，这男子八成是跟宫里有什么瓜葛，所以才会得到这玉佩。你最好还是小心点儿，别惹祸上身。”中年男子低声说道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宫里流出来的，那我岂不是摊上大事了？中年男子安慰道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只要你不把这事儿说出去，就不会有人知道玉佩在你手里。而且这玉佩可是个宝贝，你要是能把它出手了，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顿时活络起来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中年男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样，你先把玉佩收着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再帮你找个买家。不过你得记住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就连你的家人也不行。”李掌柜连连点头：“行，我一定记住。”就这样，李掌柜把玉佩收了起来，每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。而那男子拿了银子之后，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时间一晃，就是1个月过去了。这天，李掌柜正在当铺里算账呢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探出头一看，只见一群穿着官服的人正朝着当铺走来。李掌柜心里头咯噔一下，坏了，肯定是那玉佩的事儿东窗事发了。他赶紧把账本一收，想要从后门溜走，可刚走到后门，就被一个官差给拦住了。“站住！你是这儿的掌柜吗？”官差厉声问道。李掌柜浑身一颤，点了点头：“是我。”“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有人告你私藏宫中宝物。”官差说着，便不由分说地把李掌柜给带走了。到了衙门，李掌柜才知道，原来那男子是个江洋大盗，他盗走了宫中的玉佩，然后故意把玉佩藏在白菜里头，想要通过当铺出手。可没想到，他刚离开当铺不久，就被巡逻的官兵给抓住了。官兵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块玉佩，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李掌柜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完了，这下我真的完了。”就在这时，那中年男子突然走了进来。他先是跟衙门里的人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走到李掌柜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李掌柜，别担心，我来救你了。”李掌柜一愣，随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紧紧抓着中年男子的手：“你真的能救我？”中年男子点了点头：“当然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那块玉佩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？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赶紧把玉佩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事儿有点棘手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帮你摆平的。”说完，中年男子便转身离开了衙门。李掌柜则是一脸忐忑地坐在原地，等待着命运的审判。过了几天，中年男子果然带着好消息回来了。他告诉李掌柜，他已经打点好了上下关系，只要李掌柜愿意出一笔钱，就可以无罪释放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赶紧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，交给了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拿着钱，很快就帮李掌柜摆平了这事儿。李掌柜重获自由之后，便辞去了当铺掌柜的职务，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这个镇子，
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而那块玉佩，据说被中年男子出手给了京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，换了不少银子。至于那男子和中年男子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和约定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事儿过了很久之后，还时常被人们拿出来议论一番。有人说那男子是个疯子，有人说那中年男子是个高人，还有人说这整个事儿就是个局，但真相到底如何，恐怕就只有天知道了。李掌柜一家老小在离开镇子后，在邻近的一个小城落了脚。李掌柜拿剩下的积蓄对了个不大不小的杂货铺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但那块玉佩的事儿，始终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头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这天，李掌柜正在铺子里忙活呢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探出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女子正跟他的伙计争执着什么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这可是正经铺子，不卖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。伙计边说边把那女子往外推，那女子却死活不肯走。你们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有急事。李掌柜见状便走了过去，怎么回事啊？伙计赶紧把事情跟李掌柜说了。原来这女子说她手里有件宝贝，想要当给铺子。可伙计一看，那哪是什么宝贝呀，分明就是个破铜烂铁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这女子不会跟那男子是一伙的吧？他赶紧打量了一番那女子，只见她虽然衣衫褴褛，但眉眼间却透着一股子清秀。李掌柜心里头暗自琢磨，这女子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不如我先听听她怎么说。于是他便让伙计把那女子带了进来。那女子一见李掌柜，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掌柜的，您救救我吧，我真的有急事需要钱。”李掌柜赶紧把她扶了起来：“你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”女子这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掌柜。原来她是邻村的一个村民，名叫翠花。她父亲前些年因病去世，家里就剩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可前阵子她母亲也病倒了，需要一大笔钱来治病。翠花没办法，只好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可还是不够。她听说李掌柜以前当过当铺掌柜，见多识广，便想着把手里的宝贝当给李掌柜，换点钱给母亲治病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不由得泛起了嘀咕：这翠花说的宝贝，不会也是什么藏着掖着的东西吧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那你说的宝贝，到底是什么呀？”翠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李掌柜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只见里头是一块玉佩，跟他之前收的那块一模一样。这玉佩你怎么会有？李掌柜惊讶得合不拢嘴。翠花一愣，随即哭了起来：“这是我爹留给我的，他说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让我一定要好好保管。可我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把它当了给母亲治病。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更加疑惑了：这玉佩不是宫里流出来的吗？怎么会是翠花家的祖传宝贝？难道说这玉佩还有其他的来历？他赶紧安抚了翠花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回去照顾你母亲，这玉佩我先收着，等我想想办法，再给你送钱去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赶紧给李掌柜磕了几个头：“谢谢掌柜的，谢谢掌柜的。”说完，他便哭着离开了铺子。李掌柜则是一脸凝重地坐在铺子里，心里头不停地琢磨着这事儿。到了晚上，李掌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头总是想着那块玉佩的事儿。他思来想去，觉得这事儿肯定不简单。于是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找那个中年男子问个明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掌柜便关了铺子，朝着中年男子上次留给他的地址赶去。经过一番打听，李掌柜终于找到了中年男子的住处。他敲了敲门，不一会儿，
门就开了。中年男子一见是李掌柜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：“哟，这不是李掌柜吗？你怎么来了？”李掌柜也顾不上客气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我来找你，是想问问那块玉佩的事儿。”中年男子一听这话，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李掌柜也不拐弯抹角了：“我今天又见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，在一个叫翠花的女子手里。我想知道这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”中年男子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这事儿说来话长啊。原来那玉佩确实是宫里流出来的没错，但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物件。它是当年皇上赐给一位功臣的，后来那位功臣犯了事儿，被抄了家，这玉佩也就流落到了民间。而那位功臣正是翠花的祖上。翠花的父亲在临终前把这玉佩交给了翠花，让她一定要好好保管。可翠花没想到，这玉佩竟然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”中年男子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看那男子是个江洋大盗，就想着趁机把玉佩弄到手，然后出手换点钱。可没想到，这玉佩竟然跟翠花家有这么深的渊源。我也是没办法呀。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气得直咬牙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这是坑人啊！”中年男子也知道自己理亏，赶紧说道：“李掌柜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把玉佩还给你，你把钱给我，咱们两清，怎么样？”李掌柜冷哼一声：“想得美！这玉佩我不能要，钱我也不会给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说完，李掌柜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中年男子的住处。李掌柜回到铺子后，把玉佩交给了翠花，让她赶紧拿去给母亲治病。翠花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连连给李掌柜磕头道谢。这事儿过后，李掌柜便对玉佩的事儿绝口不提，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可没想到，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当铺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那人自称是宫里的大太监，说皇上知道了玉佩的事儿，要李掌柜把玉佩交上去，否则就要治他的罪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他赶紧把玉佩交给了大太监，生怕惹恼了皇上。可没想到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几天后，当铺里又来了一群人，自称是翠花家的亲戚，说翠花把玉佩给当了，他们要拿回去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头都大了，他赶紧解释说，玉佩已经被宫里的人拿走了，可那些亲戚根本不信，非要李掌柜把玉佩交出来。李掌柜没办法，只好报了官。可官府的人一来，那些亲戚又都跑了，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但李掌柜却因此事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铺子的生意也一落千丈。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，生怕再出什么岔子。直到有一天，当铺里来了一位神秘的老头。那老头自称是当年那位功臣的后人，说玉佩本来就是他们家的，现在他们要把它拿回去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不由得犯了嘀咕：这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会儿是宫里的，一会儿又是翠花家的，一会儿又成了这老头的了？他正琢磨着呢，那老头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，跟之前那块一模一样，这才是真正的玉佩。老头说道：“你之前看到的那块是假的。”李掌柜一听这话，顿时愣住了。他仔细看了看老头手里的玉佩，确实跟他之前看到的那块不一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李掌柜彻底糊涂了。老头叹了口气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掌柜。原来当年那位功臣被抄家后，他的后人为了保命，就把真玉佩藏了起来，做了个假的代替。可没想到，这假玉佩竟然会引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李掌柜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感慨万分，这玉佩呀，还真是个不祥之物。他赶紧把之前的事儿跟老头说了，
然后让老头把真玉佩拿走，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。老头拿走了玉佩，临走的时候给了李掌柜一笔钱，算是感谢他这些日子的照顾。李掌柜拿着钱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是对是错，也不知道这玉佩到底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。但从那以后，李掌柜便对玉佩的事儿绝口不提，安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杂货铺。而那玉佩也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挖井放生乌龟，孩子满月时乌龟托梦，你妻子有古怪。听说了吗？李大壮家那口井挖出个活蹦乱跳的大乌龟来。村头的老槐树下，王二婶一边内着鞋底，一边跟旁边晒太阳的张大爷嚼着舌根。啥？这事儿可真够新鲜的。李大壮那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，这回可是闹出大动静了。张大爷瞪圆了眼珠子，手里的旱烟杆差点没掉地上。这事儿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李大壮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叫翠花，村里人都说他祖坟冒青烟了。这不，两口子刚生下个大胖小子，全家上下喜气洋洋，正打算在院子里挖口井，方便日后用水。那天，李大壮带着几个乡亲，一锄头一锄头地往下刨，正干得热火朝天呢，突然哐当一声，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物。大伙儿围拢过来一看，嘿，竟是一只比脸盆还大的乌龟，正慢悠悠地扒拉着泥土，两只小眼睛滴溜溜转，仿佛在打量着这群不速之客。这可是个稀罕物啊！李大壮挠挠头，心里直犯嘀咕。村里老人常说，遇见乌龟是吉兆，尤其是这么大的，更是少见。得了，我看咱也别挖了，这乌龟肯定是神仙派来的，咱得好好对待。村里最有威望的老赵叔发话了，众人一听，纷纷点头称是。于是李大壮小心翼翼地把乌龟抱到河边，找了个水草丰茂的地方放了生，还特意拜了3拜，嘴里念叨着：乌龟大仙，您老人家保佑我家小子平平安安，将来有出息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李大壮一家继续沉浸在添丁进口的喜悦中。转眼间，孩子满月了，村里人都来祝贺，热闹非凡。那天晚上，李大壮喝得有点多，倒头就睡。迷迷糊糊间，他感觉自己被一阵清凉的风吹醒，睁开眼一看，竟是那只被他放生的乌龟，正趴在床边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里还似乎在说着什么。你咋来了？李大壮吓得一激灵，酒意瞬间醒了大半。乌龟没搭话，只是用前爪指了指屋内，然后又指了指翠花睡的房间，眼神中满是焦急。李大壮心里咯噔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你是说我媳妇有问题？李大壮试探着问。乌龟点了点头，随后缓缓转身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李大壮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，透过窗缝往里看。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了，只见翠花正对着空气比比划划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神情异常诡异。这是咋回事啊？李大壮心里直犯嘀咕，联想到最近村里流传的一些关于翠花来历不明的风言风语，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大壮趁翠花还没醒，悄悄溜出家门，直奔村头找老赵叔。老赵叔一听这事儿，眉头紧锁，沉吟半晌后说：“这事儿不简单，我看你得去找村西头的老道士，他兴许能给你指条明路。”李大壮不敢怠慢，立刻奔向了村西头。老道士是个世外高人，平时很少露面，但村里人都知道他有些神通。到了道观，李大壮说明来意，老道士沉吟片刻，取出一张符纸，递给他说：“今晚
你把这符纸悄悄贴在你媳妇床头，切记，无论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”李大壮回到家中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，他趁翠花熟睡，悄悄把符纸贴在了床头。刚贴好，就见符纸突然燃起一道微弱的火光，紧接着屋内刮起一阵阴风，翠花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黑袍、面容狰狞的恶鬼从翠花体内猛地冲出，直扑李大壮而来。李大壮吓得魂飞魄散，差点没瘫在地上，但想起老道士的话，他硬是咬紧牙关，没发出一丁点儿声音。恶鬼在空中盘旋几圈，似乎发现无法伤害到李大壮，又转头向符纸扑去。就在这时，老道士突然出现在门口，手持一把桃木剑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还不速速伏法！”随着话音落下，桃木剑化作一道金光，直刺恶鬼要害。恶鬼惨叫一声，化作一股黑烟，消散在夜空中。翠花也在这时悠悠转醒，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。“媳妇，你没事吧？”李大壮上前一把抱住翠花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翠花摇摇头，眼神中满是困惑。我做了个好长的梦，梦里有个黑衣人一直追我好害怕。”老道士在一旁解释道：“你媳妇是被恶鬼缠身了，好在及时发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恶鬼应是生前与你家有仇，死后化为厉鬼，想要报复。”李大壮听得心惊胆战，连连向老道士道谢。老道士摆摆手说：“不必客气，日后行事需谨慎，莫让小人得逞。”这事儿过后，李大壮对翠花更加呵护备至，而翠花也仿佛脱胎换骨一般，变得更加温柔贤惠。村里人再提起这事儿，都说是李大壮心善，救了乌龟一命，乌龟又托梦救了他一家，真是善有善报啊！可这事儿还没完。几年后的一天，李大壮在田间劳作时，无意间挖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叠泛黄的信纸和几块银元。信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古文，李大壮看不懂，但隐约能感觉到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。他拿着信纸和银元，再次找到了老道士。老道士一看信纸，脸色骤变，沉默良久后才缓缓开口：“这是几十年前一场大案的证据，你媳妇怕是跟这事儿脱不了干系。”原来翠花的真实身份是当年那场大案中受害者的后人，她自幼被仇家收养，长大后得知真相，便孤身一人来到这个村子，想要找到线索，为家族报仇。而那恶鬼正是当年仇家的一个手下，死后化为厉鬼，继续纠缠翠花。得知真相的李大壮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既惊讶于翠花的身世，又感激她这些年来的默默付出。最终，他决定帮助翠花，一起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于是，在老道士的帮助下，李大壮和翠花踏上了寻找真相的征途。这一路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，但始终不离不弃。最终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们找到了当年大案的最后一个知情者，揭开了那段被岁月掩埋的真相。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挖井时意外救下的乌龟，以及那个神秘莫测的梦境。有时候，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它总能在不经意间将你我引向未知的彼岸，让我们在探索与追寻中不断成长，不断前行。俩人这一路走来，那可谓是惊心动魄。先是遇到了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，差点把两人的积蓄都给骗光了。后来又在一座荒废的古庙里遇到了凶猛的野兽，要不是李大壮机灵，俩人恐怕早就成了野兽的腹中餐。这一路的风餐露宿，让李大壮和翠花的关系更加深厚了。
翠花时常会对着李大壮感慨：“大壮哥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”李大壮总是憨憨一笑，说：“翠花，咱俩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只要咱俩一条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这天，俩人终于来到了当年大案发生的地方，一座古老的小镇。小镇的街道狭窄而曲折，两旁的建筑古色古香，仿佛时光在这里停滞了一般。俩人在小镇上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年大案的知情者，一个年迈的老妇人。老妇人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，但一提到当年的事情，她的眼神立刻变得锐利起来。“你们说的那场大案啊，我可是亲眼见过的。”老妇人颤抖着声音说：“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，亲眼看到那些人被押着游街，那场面可真是吓人。”在老妇人的讲述中，李大壮和翠花逐渐拼凑出了当年大案的真相。原来翠花的家族是被冤枉的，他们是被一个权势滔天的恶霸陷害的。恶霸为了独占镇上的财富，不惜勾结官府，捏造罪名，将翠花的家族满门抄斩。那后来呢？恶霸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？翠花急切地问。老妇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恶霸势力太大，我们这些人哪敢得罪他？不过我听说他后来因为太过嚣张，得罪了一个更厉害的人物，最后被满门抄斩了，也算是恶有恶报吧。”听到这里，翠花的心情复杂极了。一方面，她为家族终于洗清了冤屈而感到高兴；另一方面，她又为那些因恶霸而死去的无辜之人而感到悲痛。“大壮哥，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翠花看着李大壮，眼中满是迷茫。李大壮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翠花，我觉得咱们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镇上的乡亲们，让他们知道真相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的家族真正得到安息。”翠花点了点头，觉得李大壮说的有道理。于是俩人开始四处奔走，将当年大案的真相告诉给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。起初，乡亲们并不相信他们的话，毕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谁还会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和她的丈夫呢？但李大壮和翠花并没有放弃，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，耐心地讲述着当年的事情，还拿出了从铁盒子里找到的信纸和银元作为证据。终于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，乡亲们开始相信了他们的话。大家纷纷表示要为翠花的家族讨回公道，不能让那些恶人继续逍遥法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，当年恶霸的一个后代，如今已经成了镇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。他得知李大壮和翠花在调查当年大案的事情后，非常生气，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这天晚上，李大壮和翠花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俩人出门一看，只见一群手持棍棒的人正朝着他们家冲来。不好，是恶霸的后代派人来报复了！李大壮大喊一声，拉着翠花就往屋里跑。俩人刚跑进屋里，那群人就冲了进来。他们二话不说，开始对着李大壮和翠花拳打脚踢。李大壮虽然身强力壮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翠花见状，拼死护住李大壮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这群恶人，会有报应的！”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冲了进来，正是老道士。老道士一进门，就看到李大壮和翠花被打得满地打滚。他怒火中烧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竟敢伤我徒弟！”说着，老道士挥动手中的桃木剑，对着那群人就是一阵猛劈。那些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吓得纷纷后退。恶霸的后代见状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大声喊道：“给我上！把他们全都给我抓住！”
但此时已经没人敢上前了。老道士的威名在江湖上可是响当当的，谁也不想惹上这个麻烦。恶霸的后代见状气得直咬牙，但他也知道自己此时已经处于下风，再斗下去只会吃亏。于是他狠狠地瞪了李大壮和翠花一眼，带着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多谢师傅救命之恩。李大壮和翠花一见老道士来了，连忙磕头道谢。老道士摆摆手说：“不必客气，你们是我徒弟，我当然要保护你们。不过这恶霸的后代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。”李大壮和翠花一听这话，都陷入了沉思。就在这时，翠花突然眼前一亮，说：“师傅，我有个主意。”“哦，你说说看。”老道士饶有兴趣地看着翠花。翠花说：“咱们可以借助乡亲们的力量，一起对抗恶霸的后代。毕竟他的罪行已经败露，乡亲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”老道士一听这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游说乡亲们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乡亲们纷纷表示愿意站出来，为翠花的家族讨回公道。这天晚上，李大壮、翠花和老道士带着乡亲们一起来到了恶霸后代家的门口。他们大声喊着口号，要求恶霸的后代滚出小镇。恶霸的后代见状气得火冒三丈，他指挥着手下想要冲出家门与乡亲们决一死战。但此时的他已经众叛亲离，连手下的人都不愿意为他卖命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，恶霸的后代终于被乡亲们制服，他被绑在柱子上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而翠花的家族也终于得到了安息。这事儿过后，李大壮和翠花成了小镇上的英雄，他们的事迹被乡亲们广为传颂，成为了小镇上的一段佳话。但李大壮和翠花并没有因此而满足，他们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恶霸后代这样的人，在欺压百姓，为非作歹。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前行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就这样，李大壮和翠花踏上了新的征程。他们一路走来，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，但始终坚守着心中的信念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后人口中流传的一段传奇。而那只曾经救过李大壮一命的乌龟，也时常会在他们的梦中出现。它似乎在告诉他们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捉到千年老龟。老龟，烧光南山的柴也煮不熟我。嘿，听说了吗？老王头那小子在村后头的小河里，竟给整上来一只老龟，说是得有上千年的岁数嘞。李大爷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跟几个老汉唠着闲嗑。上千年的老龟，那不成精了吗？赵四爷瞪大了眼珠子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可不是吗？那龟壳硬得跟铁似的，几个人愣是没把它整开。老王头说那龟还跟他说话呢。李大爷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说啥了？快说说。”围着的几个老汉都急了，催促着李大爷快讲。那龟说呀，烧光南山的柴也煮不熟我，您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李大爷说完自己先乐上了，围着的几个老汉也是面面相觑，这故事听起来也太离奇了点。不过既然是从李大爷嘴里说出来的，那多半是有点门道的。毕竟李大爷年轻时走南闯北，见识过不少奇闻异事，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老王头是村里出了名的渔夫，祖祖辈辈都靠打鱼为生。那天老王头照常划着小船，在河里撒网捕鱼。可这天邪门得很，撒了好几网，愣是一条鱼都没捞上来。老王头心里那个急呀，家里还等着米下锅呢。正当他准备收网回家时，突然感觉网里沉甸甸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。老王头使劲一拉，
嘿，还真给拉上来个大家伙。只见那东西浑身漆黑，龟壳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两只眼睛圆溜溜的，正瞪着他呢。老王头一看，这不就是只老龟吗？他赶紧把老龟拖上船，心里那个美呀，想着这龟壳拿去卖了，肯定能换个好价钱。回到家，老王头把左邻右舍都招呼来了，打算一起把这只老龟给炖了。大伙儿七手八脚的把老龟抬到大锅里，添上水，点上火，就等着水开下锅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这火都烧了大半天了，锅里的水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王头心里犯嘀咕，这锅是不是漏了呀？他赶紧拿勺子舀了点水尝尝，嘿，还真是热的。就在这时，那老龟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烧光南山的柴也煮不熟我。”老王头一听，吓得差点没从凳子上掉下来。这龟成精了，他赶紧招呼大伙儿把老龟抬出来，放到院子里。村里人都听说了这事儿，纷纷跑来围观。大伙儿议论纷纷，说这老龟肯定是千年的妖精，得赶紧处理了，不然村里人都得遭殃。老王头一听，心里也犯了难。这老龟要是真成精了，他哪敢随便处置啊？可要是就这么放着，村里人也不答应啊。正当大伙儿一筹莫展时，李大爷来了。他围着老龟转了一圈，又仔细看了看龟壳上的纹路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龟呀，确实不简单，但咱们也别怕它，它既然开了口，那咱们就试试它的深浅。”说完，李大爷让大伙儿找来一堆柴火，堆在院子里。他又吩咐老王头去南山砍柴，说是要把南山的柴都砍光，用来烧这只老龟。老王头一听，心里那个苦啊！这南山上的柴多了去了，哪是一时半会儿能砍完的？可李大爷发话了，他也不敢不从啊。于是老王头拿起斧头就上了南山。这一砍就是整整3天3夜，老王头累得腰酸背痛，总算是把南山的柴都给砍光了。他把柴火运回村里，堆得跟小山似的。大伙一看，这柴火够烧的了，纷纷围到院子里来，准备看李大爷怎么收拾这只老龟。只见李大爷从怀里掏出一把黄纸符，围着老龟贴了一圈，然后他点燃了一把香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是在念什么咒语。念完之后，他把香插到龟壳上，又让大伙儿把柴火堆到龟壳旁边，点火。李大爷一声令下，大伙儿纷纷点起火把，扔到柴火堆上。瞬间院子里火光冲天，热浪滚滚。可奇怪的是，这火虽然烧得旺，但龟壳却一点事都没有。那老龟还是跟之前一样，静静地趴在地上，两只眼睛眯着，像是在睡觉。大伙一看，这哪成啊？于是他们纷纷拿起棍子、斧头，准备把这龟壳给砸了。可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龟壳还是纹丝不动。就在这时，那老龟又开口说话了：“你们何必为难我呢？我本是这河里的守护神，从未害过人，只因这些年河水污染严重，我才不得已现身，想提醒你们保护水源。”大伙一听都愣住了，原来这老龟不是妖精，而是守护神啊！他们纷纷放下手里的家伙，向老龟道歉。老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，这也是我的命数。你们若能好好保护这条河，我便安心离去了。”说完，老龟的身体突然变得透明起来，慢慢地消失在了空气中。大伙一看都惊呆了，他们这才明白，原来这老龟真的是神仙啊！从那以后，村里人都开始自觉地保护水源，不再往河里扔垃圾。那条河也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清澈，鱼虾也多了起来。而老王头呢，他也因为这事儿受到了村里人的尊敬。他不再捕鱼了，而是转行做了村里的环保员，每天负责清理河道垃圾，保护水源。
这事儿传出去后，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纷纷来学习老王头的经验，一起保护水源。渐渐的，这一片地区的水质都得到了改善，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再说那李大爷，他因为这件事儿在村里名声大噪，成了大伙儿心中的英雄。不过他自己却从不居功自傲，总是说这都是那老龟的功劳啊！要不是他现身说法，咱们哪会意识到保护水源的重要性呢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村里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他们不再担心水源污染的问题，也不再担心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，因为他们知道有那只老龟在暗中守护着他们呢。可就在大伙儿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村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那天，村里的老王婆去河边洗衣服，突然听到河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。她抬头一看，只见河里泛起了一大片水花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翻腾。老王婆吓得扔下衣服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快来人呐！河里有怪物！”大伙一听，都纷纷拿起家伙往河边跑。到了河边一看，哪有什么怪物啊？河水还是跟往常一样清澈，连条鱼的影子都没看见。大伙儿都以为是老王婆眼花看错了，纷纷劝她别胡思乱想。可老王婆却一口咬定，说她确实看到了怪物。这事儿闹得村里人心惶惶的，大家都担心河里真的出现了什么怪物。于是他们纷纷去找李大爷商量对策。李大爷一听这事儿，心里也犯嘀咕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事儿得好好查查，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。咱们得派几个人去河里潜水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捣乱。”大伙一听，都觉得这个主意好。于是他们选了几个水性好的小伙子，让他们去河里潜水调查。那几个小伙子潜到水里后，仔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，可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他们正准备上岸时，突然感觉脚下一沉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了。那几个小伙子吓得赶紧往上浮，可那东西却越拽越紧。他们挣扎着浮出水面，一看，只见一条巨大的黑影在水里游来游去，速度极快。大伙一看都惊呆了，这哪是什么怪物啊？分明是一条大鱼。可这条大鱼也太大了点吧，足足有好几米长呢。大伙儿纷纷议论起来，说这肯定是条成精的大鱼，得赶紧处理了，不然的话，它肯定会吃掉村里人的。李大爷一听，皱了皱眉头，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大鱼突然出现，肯定和之前老龟的事儿有关系。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河去会会这条大鱼。李大爷穿上潜水服，戴上潜水镜，一头扎进了河里。他游到水底后，仔细地搜寻着大鱼的踪迹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那条大鱼。只见它正躲在一个角落里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金光。李大爷悄悄地靠近大鱼，仔细地观察着它。他发现大鱼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大鱼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李大爷，您终于来了。我是那只老龟的徒弟，他让我在这里等您。”李大爷一听，愣住了。他没想到这条大鱼竟然是老龟的徒弟。他赶紧问道：“你师傅呢？他去哪儿了？”大鱼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师傅他为了保护我们这片水域，已经牺牲了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封印了河底的污染源，让我们这片水域得以恢复清澈。可他自己却因为消耗过度，无法再回来了。”李大爷一听，心里一阵难过。他没想到那只老龟竟然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。他赶紧问道：“那你现在来找我干什么？”大鱼说道：“师傅临死前交代我，让我告诉您，
一定要继续保护这片水域，不能让污染再次侵袭。他还说，您是我们这片水域的守护神，只有您才能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。李大爷一听，心里一阵激动，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老龟寄予了这么高的期望。他赶紧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继续保护这片水域的，绝不会让污染再次侵袭。”说完，李大爷从水里探出头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，心里还在回想着大鱼跟他说的话。这老龟真是个英雄啊！李大爷喃喃自语道。他游回岸边，穿上衣服，把大鱼跟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伙儿。大伙儿一听，都愣住了。他们没想到那只老龟竟然为了大家牺牲了自己，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和敬佩。咱们得给老龟立个碑，好好纪念他。赵四爷说道。对，立个碑，让后人都知道他的功绩。大伙儿纷纷附和道。于是村里人齐心协力，在河边立了一个高大的石碑。石碑上刻着老龟的画像和他的功绩，还写着李大爷亲笔题写的一句话：守护神老龟，永垂不朽。这事儿传出去后，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了，他们都纷纷来学习李大爷和村里人的经验，一起保护水源。渐渐的，这一片地区的水质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生态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可就在大伙儿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村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那天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去河里游泳，突然感觉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拽他们的腿，他们吓得赶紧往岸上游，可那东西却越拽越紧。他们挣扎着上了岸，一看，只见腿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划痕。大伙儿一听这事儿，都慌了神。他们纷纷猜测，这肯定是那只大鱼在报复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好好保护水源。李大爷一听，皱了皱眉头，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大鱼虽然凶猛，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攻击人，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变得这么暴躁。于是他决定再去河里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捣乱。李大爷穿上潜水服，带上潜水镜，一头扎进了河里。他游到水底后，仔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只见河底的泥土里竟然冒出了一股股黑色的液体，还散发着刺鼻的臭味。李大爷心里一惊，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肯定是有人偷偷往河里排放污水，导致河水再次被污染。这些黑色的液体就是污染源，它们正在侵蚀着河底的泥土和生物。就在这时，大鱼游了过来。他一看到李大爷，就猛地扑了过来，张开大嘴就要咬他。李大爷赶紧躲闪，心里明白大鱼肯定是被这些污染源给激怒了。大鱼，别咬我，我是来帮你的！李大爷大声喊道。大鱼一听，愣了一下，似乎认出了李大爷的声音。他停止了攻击，围着李大爷游来游去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。李大爷仔细地听着大鱼的话，心里越来越震惊。原来这些污染源是从上游的一家化工厂排出来的。那家化工厂为了节约成本，偷偷把废水排到了河里。这些废水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，对河水造成了严重的污染。大鱼告诉李大爷，他曾经试图阻止那家化工厂排放污水，但无济于事。他还告诉李大爷，那些被污染的水已经渗透到了河底的泥土里，对整个生态系统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，这片水域迟早会变成一个死水潭。李大爷一听，心里明白了，他赶紧游回岸边，穿上衣服，把大鱼跟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伙儿。大伙儿一听，都惊呆了。他们没想到，竟然有人这么丧心病狂地往河里排放污水。
咱们得去找那家化工厂算账。”赵四爷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对，找他们算账，让他们赔偿咱们的损失。”大伙纷纷附和道。于是村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上游的化工厂进发，他们手里拿着棍棒、斧头，一副誓死保卫家园的样子。到了化工厂门口，他们大声喊着要见厂长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。他一看村里人的架势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厂长故作镇定地问道。“我们想干什么？你问问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？”李大爷指着厂长的鼻子说道。“我什么也没干啊！你们别血口喷人。”厂长狡辩道。“没干？那这些污水是从哪儿来的？”赵四爷拿着一瓶从河里取来的污水，扔到了厂长的脚下。厂长一看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他明白这事儿再也瞒不住了，只好承认了自己偷偷排放污水的事实。“我们也是为了生存啊！如果不降低成本的话，我们厂就要倒闭了。”厂长辩解道。“为了生存就可以破坏环境吗？就可以牺牲我们的家园吗？”李大爷质问道。我，厂长无言以对。“你们听着，从今天起，如果再敢往河里排放一滴污水，我们就跟你们没完！”赵四爷挥舞着手里的斧头，大声喊道。“对，没完！”大伙纷纷附和道。厂长一看，知道这事儿再也拖不下去了，他只好答应立即停止排放污水，并投资修建一座污水处理厂，把废水处理达标后再排放。村里人一听，这才满意地离开了化工厂。他们回到村里后，纷纷开始清理河道里的垃圾和污染物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河水再次变得清澈起来。可就在大伙儿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村里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儿。那天，李大爷正在家里喝茶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赶紧走出去一看，只见村里的几个小伙子正围着一只奇怪的动物指指点点。李大爷仔细一看，只见那只动物长得既像狐狸又像狗，身上还长着一些奇怪的鳞片。它正蜷缩在角落里，瑟瑟发抖。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李大爷好奇地问道。“我们也不知道啊，今天在河边发现的，看它长得奇怪，就抓回来了。”一个小伙子回答道。李大爷皱了皱眉头，他觉得这只动物肯定不是一般的动物，于是他决定好好研究一下它。他把那只动物带到了村里的小学里，找到了教自然课的张老师。张老师一看这只动物，就惊讶地叫了起来：“这是只貔貅啊！”张老师说道。“貔貅？那不是神话里的动物吗？”李大爷疑惑地问道。“没错，但它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只不过非常罕见而已。这只貔貅肯定是因为河水被污染，才从深水里被逼出来的。”张老师解释道。李大爷一听，心里明白了，他赶紧把貔貅带回了村里，告诉大伙儿要好好保护它。可就在大伙儿准备把貔貅安置在村里的小学里时，突然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儿。那天夜里，村里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呼啸着穿过村庄，把屋顶的瓦片都吹得满天飞。大伙儿吓得赶紧躲进了屋里，不敢出来。不一会儿，大风停了，可当大伙儿走出屋子时，却发现那只貔貅不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